德国外长三番五次出言不逊，我中国外长这一次不留情面了，当面揭露德国的伤疤。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横 Talk。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这个人呢，想必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他此前曾扬言要普京做出360度的转变，当时德国人自己都觉得丢人呢，认为自家的外长是个实打实的文盲。贝尔伯克除了对俄罗斯人发表惊人言论外他对中国也有惊人的发言。他访华期间就大放厥词地表示欧盟不能对台海局势漠不关心。另外，贝尔伯克还叫嚣德国反对大陆武力完成两岸。要知道，在德国外长之前访华的是马克龙，马克龙走后还特意提到欧洲需要独立自主，以及不要干涉中国的台湾问题。德国外长的态度很明显是想急切地否认马克龙的表态，又或者是着急地向外界和美国强调欧盟和德国不会对台湾问题漠不关心，马克龙不能代表欧洲的态度。而这次我秦刚外长访问德国，贝尔伯克又是对着中国一顿指手画脚，扬言俄乌冲突没有中立一说，中国保持中立那就等于是支持俄罗斯。不得不说这个贝尔伯克一边声称不会对台海局势坐视不管，又一边要求中国不能有中立立场，要和他们一起去孤立俄罗斯。这个贝尔伯克是不是有点想当然，太把他自己当回事了呢？不过贝尔伯克三番五次出言不逊，这一次中国外长自然不会和他客气了。近日据媒体报道，虽然秦刚外长身在德国，还是不客气的当面揭了德国的伤疤。秦刚外长表示，中国与德国、欧盟或者任何国家的合作都是抱着互相尊重的原则，从来不搞强迫施压那一套，没有制造风险一说。毕竟中国又不像某个国家，中国至少不会去炸他们的北溪管道吧。秦刚外长的话弄得当时在场的德国政客那是一脸的尴尬。秦刚外长把立场说得很明白了，中国不会为俄罗斯提供军援，但也绝不会站队西方。中俄正常的合作，贝尔伯克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凭什么要求中国进行站队呢？中国想和谁合作，还轮得到贝尔伯克来指手画脚吗？另外我们发现以往我们中国在俄乌立场方面一般是强调完中俄只是正常贸易关系之后就不再多说什么了。这一次针对德国外长秦刚外长还把北溪事件拿出来打比喻，那就很有意思了。虽然秦刚外长没有特指某个国家是谁，但是外界早都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包括美国自己的著名记者赫什此前也直接爆料，就是拜登政府策划炸毁了北溪管道。而德国作为北溪管道爆炸的最直接受害者，却一直保持沉默，甚至都不敢怀疑美国一下。另外像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访问美国时，也是被拜登拉着秘密会谈，都不敢召开记者会，这就是为了回避公开讨论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这其实就等于是不打自招了。这次秦刚外长这个时候当德国面提起北溪事件，不就是在讽刺德国政客甘愿受到美国的压迫，却仍然站队美国，都不敢追究北溪事件给德国造成的能源和经济巨大损失吗？这也是他们更是无视德国人民抗议的呼声吗？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